經常釣魚的朋友們都知道，釣魚佬除了釣不到魚，什麼都能釣上來。男人只是在湖邊隨意甩了一竿，結果卻釣上來一顆狰狞腐爛的人頭。男人被嚇得趕忙扔掉魚竿，呼喊自己的同伴。豈料就在這時，湖裡突然飛來無數根魚線，死死纏住了他的腦袋，魚鈎直接勾住了男人的五官，慘不忍睹。隨後猛地將其拖回到了湖裡。等同伴趕過來時，男人已經被拖到了湖水中央。同伴馬上啟動旁邊的小船趕去營救，可水裡分明還有另外一股力量的存在，像是死死咬住了男人的身體。隨着血水的不斷翻湧，轉瞬間男人便沒了動靜。同伴使出全身的力氣將其拖到了船上，卻發現好友的身體僅僅只剩下了一半。黑哥見狀被嚇得狂吐不止，卻無意中看到水面上正有個女人在死死地盯着自己。黑哥被嚇得慌忙想要逃離，卻為時晚矣。女人只是輕輕抬了一下手掌，湖底便隨即冒出了大量氣泡，緊接着湖水的溫度迅速升高，直至沸騰。黑哥憑借頑強的毅力游回了岸邊，但隨即就趴在地上停止了呼吸。他的身體已經被煮得軟爛可口，骨肉分離。水中的女人沒有多做停留，徑直穿過幽暗的樹林，一直走到山腳下的大路上才停下了腳步。今天給大家帶來最新驚悚恐怖電影《鬼玩人》第6部的精彩內容，同時也是該系列中最生猛、最血腥、最殘暴的一集。全片沒有多餘的廢話，緊張的壓迫感從頭崩到尾，絕對是今年不能錯過的硬核恐怖佳作。話不多說，點個讚，開始咱們今天的精彩故事。故事還要從一場生日派對開始說起。今天是男主喬伊的生日。哥哥威爾和嫂子愛麗絲送了他一支昂貴的鋼筆，希望以此鼓勵他繼續寫作，早日出版自己的恐怖小說。除此以外，愛麗絲還特意準備了一張黑白藝術照作為生日禮物。喬伊表示感謝的時候，不小心碰到了嫂子的臉頰，本來只是一個無心之舉，哥哥威爾卻覺得是愛麗絲喝多了舉止輕浮，兩人因此開始爭論不休。最後還是愛麗絲主動做出讓步，表示要去外面抽煙才化解了尷尬。威爾和妻子經營着一家餐廳，愛麗絲抽煙時正好遇到了餐廳的同事麥克，兩人只是禮貌性的寒暄了幾句。威爾卻認為妻子是在背後說他的壞話，讓自己在員工面前抬不起頭。他想拉着愛麗絲回家，卻遭到了對方的拒絕，兩人的矛盾再次升級，污言穢語也隨口而出。威爾不顧弟弟及其女友的阻攔，一腳油門駕車揚長而去，車子在泥濘的道路上貼地飛行，即便看到了路中央的女人也沒能剎得住車。威爾再次睁開眼時，驚恐地發現女人已經被鑲在了自己的前擋風玻璃上。他強忍着身上的疼痛，想要打電話報警，對方卻突然叫住了他。女人的身体從脖颈處硬生生斷成了2截，而脫離身體的頭颅卻依然可以說話。随着女人口中咒語的不断念出，車上的火勢也隨之越來越大。威爾被死死困在座位上，無法脫身，最終和車子一起被燒成了灰燼。突如其来的噩耗讓整個家庭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幾天後，家人為其舉辦了一個簡單的送別儀式。
儀式現場只有威爾的妻子愛麗絲、弟弟喬伊、喬伊的女友提亞、父親艾德和母親蘇珊，以及患有老年痴呆的外婆波莉。我們從母親蘇珊的悼詞中了解到，威爾年少時期非常痴迷法式料理，在去法國進修期間結識了妻子爱麗絲。或許就是因為這種成長環境的差異，導致兩人婚後的生活總是摩擦不斷。昨晚那場毫無緣由的爭吵就是最直觀的表現。送別儀式過後，威爾被推去了停屍間。就在工作人員準備將其焚燒火化時，外面突然響起了急促的敲門聲。I'd like to say goodbye to my son one last time. But you're not actually allowed back here. Sir, so my son just died. 5 minutes. And don't tell anyone or I'll get yelled at. Thank you. 艾德接受不了兒子的突然離世，特意跑到停尸房想要多陪兒子片刻。壓抑許久的情緒終於化作淚水奪眶而出。就在這時，突然響起了咚咚咚的敲擊聲，可打開房門並沒有看到任何人的存在。直到敲擊聲再次響起，艾德才意識到聲音竟然來自於棺材內部。他不可置信地把耳朵貼了上去。一個渾身冒着炭火的惡魔爬出了棺材，工作人員聞訊趕到就被嚇得愣在原地，但隨即就被對方撕成了一堆碎肉。艾德目睹了如此血腥的一幕，也被嚇得不知所措。吃飽喝足的惡魔隨即附身到了男人體內。威爾的父母在附近有棟房子，不過現在已經交給了小兒子喬伊，一家人準備在這裡住上一晚再各自離開，正好可以商量一下接下來的打算。蘇珊在收拾閣樓的時候帶着明顯的情緒，似乎不太願意讓愛麗絲留在這裡。看到角落裡堆放的資料更是火冒三丈，那是他父親，也就是喬伊的外公留下來的東西。外公是一位有名的歷史學教授，但是在蘇珊的記憶中，男人滿世界搜集那些關於惡魔和詛咒的古老典籍，後來似乎還加入了某個邪教組織，對家人不管不顧，完全沒有盡到一個父親應有的責任。尤其是外婆患上老年痴呆後，更是直接歪起了神秘失蹤。他嘴上說着是在保護家人免受邪祟的侵害，可在蘇珊看來這就是逃避現實的借口。他讓喬伊把這堆垃圾扔得越遠越好，可喬伊正在這些資料中尋找創作的靈感，於是偷偷把這些東西放進了倉庫。結果正好看到父親在跟一把除草機較勁。艾德看着院子裡長滿了雜草，大發雷霆，抱怨喬伊只會埋頭寫小說，不務正業。喬伊從小就活在父親的苛責之中，面對父親的數落只能默默忍受。隨後艾德來到地下室給除草機加油，沒想到卻突然聽到了大兒子的求救聲。男人進去後並沒有看到兒子的身影，轉身想出去時房門卻猛然關閉，他本能地掏出匕首防身。愛麗絲正好來地下室拿東西，聽到動靜後推門而入，從男人手上奪走匕首，才避免了悲劇的發生。艾德也隨之恢復了清醒。Don't tell my wife, please. I hold on to this, okay? 此時蘇珊正在廚房忙着做飯，看到愛麗絲過來沖洗傷口，就詢問發生了什麼。女人謊稱不小心在地下室摔了一跤，這才沒有引起蘇珊的懷疑。一家人圍坐在餐桌前觀看了威爾兩人結婚時的錄像，看着錄像裡男人意氣風發的模樣，所有人都控制不住淚濕了眼眶。吃飯時喬伊想坐在父親身邊，卻被厲聲制止。威爾雖然不在了，但是餐桌上永遠都有他的一席之地。隨後眾人開始討論餐廳的去留問題，愛麗絲想要將其關掉，順便回趟法國陪陪自己的父母，可公公婆婆並不認同這個提議，那是威爾一手創立的，只要餐廳還在，就仿佛兒子從未離開過一樣。You know the staff adores you. They need you. Think about Will. Do it for him. It was his life's work. It was his passion. All I'm saying is you have the chance to take over a successful business while honoring Will at the same time. And you should carry it on. 可在愛麗絲的腦海中，那間餐廳給她留下了太多的痛苦回憶，長期家暴加上無休止的精神打壓，讓她一想起那間餐廳就喘不過氣。愛麗絲想改天再討論這個問題，卻被公公厲聲呵斥。眼看現場的氣氛越來越僵，喬伊剛想開口就被父親直接懟了回去，還指責他是一個毫無成就的失敗者。這句話隨即又引起了提亞的不滿，眼看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
蘇珊趕忙把吃的推到男人面前，企圖用食物堵上丈夫的嘴。沒想到的是，這招根本就不管用。男人繼續數落着小兒子的不是，還把哥哥的死歸咎到了喬伊身上。喬伊為自己辯解的時候，又扯到了愛麗絲。所有人開始互相指責，互相攻擊，現場瞬間亂成了一鍋粥。蘇珊不得已只能再次掰出了威爾。Please, please, please. Will's looking down on us from above. From above. He's down below. 男人抓起叉子，发疯一般捅向身邊的狗狗。喬伊想要上前阻止，卻被砸破了腦袋。艾德也隨即倒在地上抽搐不止，嘴裡還不停地呼喊着救命，仿佛剛才是受到了惡魔的操控。此刻他才恢復了些許的自我意識。What did we do to deserve this? 在去往醫院的路上，喬伊本想剪些布條為父親包紮後腦勺的傷口，沒想到昏迷不醒的男人突然猛地坐直了身體，眼睛直勾勾盯着駕駛位上的提亞。不等喬伊有所反應，父親突然搶走他手中的剪刀，朝着提亞的脖子刺了過去。車輛失去控制，一頭扎進了路旁的水坑。男人卻並沒有因此停下手中的動作。喬伊利用安全帶把父親牢牢固定在了座位上。提亞想趁機逃走，豈料剛剛打開車門就被拽了回去，還被硬生生夾斷了4根手指。此時的艾德如同一頭發了瘋的野獸，對喬伊和提亞進行無差別的猛烈攻擊。喬伊突然想起車裡有把手槍， I said let her go! Shoot me, Joe. Shoot me. Shoot me. 提亞摸到滅火器，朝着男人砸了過去，車內瞬間被噴湧而出的粉塵灌滿。或許正如父親所說的那樣，喬伊骨子裡就是個懦夫，他竟然獨自撇下女友爬出了天窗，然後眼睜睜看着提亞被頭枕貫穿了腦袋。另外一邊的婆媳兩人剛剛把寵物狗埋葬，愛麗絲回倉庫放工具的時候，無意中看到了喬伊放在這裡的那堆資料，女人瞬間被筆記中的內容所吸引。1981年，5個年輕人到荒山的小木屋度假，他們發現了一本由人皮裝訂的死靈之書，並無意中念誦咒語，喚醒了沉睡的遠古惡魔。外公所在的兄弟會找到了一把能夠克制惡魔的匕首，卻也因此招來了惡魔族群的常年追殺。外公只能把匕首偷偷封印了起來。上面這些全都是筆記裡的內容。然而愛麗絲不知道的是，不久前喬伊在翻閱外公的資料時，無意中發現並破壞了匕首上的封印。惡魔感應到了匕首的存在，這才循着蹤跡找上了威爾一家。愛麗絲看得莫名其妙，一頭霧水，還隨口念出了那句召喚惡魔的咒語。復活的狗狗撞碎窗戶，朝着女人撲了過來。愛麗絲慌亂之中摸到一把剪刀，刺死了對方。蘇珊正在忙着整理餐具，根本沒有聽到外面的動靜。愛麗絲心有餘悸地跑回屋內，還沒等從驚嚇之中回過神來，喬伊又緊接着衝進了家裡。就在這時，外面突然傳來了敲門聲。竟然是死去的提亞的聲音。愛麗絲硬着頭皮打開房門，下一秒就看到了令她終生難忘的一幕。還沒等大家搞清楚眼前的狀況，提亞猛地朝着未來的婆婆撲了過去。愛麗絲和喬伊趕緊上前幫忙，打鬥期間無意中撞開了地下室的房門，兩人順勢將提亞推了下去。眾人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想要趕快逃離，殊不知被惡魔附身的艾德早已在門外等候多時，還有那只已經被殺死過2次的寵物狗。男人緩緩拔出腰間的手槍，對準小兒子喬伊。You should be dead, not Will. 或許是為了從心理上折磨他們，惡魔對着男人的腦袋連開數槍，卻依然可以穩穩地站在原地。眾人不忍直視，趕忙退回屋內，並死死抵住了房門。手機沒有信號，無法與外界取得聯繫。
幾個人只顧着商量下一步的對策，全都忘記了地下室還有一個麻煩。惡魔操控着提亞的身體在门板上抠出一條縫，向患有老年痴呆的外婆求助。Please, open the door. 等大家听到动靜改过去时，外婆已经倒在了地上。爱麗絲兩人循着地上的血跡找到了提亞，此時他正拎着汽油桶四處潑灑，嘴裡還不停呢喃着要讓兄弟會付出代價。喬伊讓母親把外婆扶到樓上，隨後悄無聲息來到女人背後，想要發動偷襲，不料眨眼的功夫對方消失不見。正在眾人疑惑之際，一滴鮮血正好滴在了愛麗絲的臉上，女人緩緩抬頭看去。You thought I'd let you have all the men in this family to yourself. 提亞猛撲下來，與愛麗絲扭打在了一起。喬伊被嚇得呆愣在原地，不知所措。蘇珊剛想提醒小兒子上去幫忙，豈料惡魔已經打暈愛麗絲，把槍口對準了他們母子。Susan, stop coddling The boy. He has so Make that what you need. 惡魔想要的東西就是那把匕首，那把匕首是唯一能克制他們的聖物，必須趕在人們發現它的用途之前將其毀掉。兩人在扭打追逐中走進了廚房，或許真的是性格使然，喬伊握着一把利器，卻始終不敢對女友下手。 Oh, so you're brave now. 没能收起来的猜具深深刺进了男人的背部。惡魔操控着提亞爬上了喬伊的身體，繼續嘲諷他的無能。櫥櫃承受不了兩個人的重量，轟然落地。喬伊趁機摸到一個紅酒開瓶器，刺向女人的脖頸。 So you wouldn't shoot your father for killing me. 'It's easy. 痴呆的外婆把女人當成了入室搶劫的毛賊，她願意拿出所有的積蓄，只求對方不要再傷害自己的家人。惡魔覺得老人應該知道匕首藏在哪裡，隨即摳出外婆的假牙，解鎖了她的記憶。可惜的是一無所獲。很顯然，外公並沒有把匕首的藏匿位置告訴給妻子。這時，惡魔發現老人的假肢不翼而飛。 Where's your leg, Bowie? 愛麗絲趁機偷襲，將其狠狠砸落樓下。喬伊早已在此等候多時，不給對方任何起身的機會，手持重物一下下把女人的腦袋砸成了一灘肉泥。也為大家爭取到了片刻的喘息時間。隨後，愛麗絲和喬伊分享了各自掌握的信息。明明兩個人全都看過外公的筆記，裡面明確提到了那把可以降服惡魔的匕首，可兩個人猜來猜去，始終沒有搞明白惡魔想要什麼東西。 Grandfather's left his family to travel the world, researching and collecting artifacts as protection from all this. That thing inside her said they we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I mean, maybe whatever that is, it can stop them. You still have them? Mom asked me to throw everything away after he died, but there's still some stuff hidden up in the attic. 不料就在這時，意外再次發生。患有老年痴呆的外婆突然恢復了正常，她把蘇珊緊緊抱進自己懷裡，然後給其洗腦。家人團聚在一起才是最大的幸福。蘇珊在母親的蠱惑下，鬼使神差打開窗戶，主動把那個被惡魔附身的男人迎進了家裡。兩人深情一吻後，女人也被惡魔控制，隨即來到樓下勸說起了小兒子喬伊，勸說男人放棄無謂的抵抗。只要交出外公偷走的東西，就可以結束這場災難。 Tell them where it is. Give them what they want, and this ends. Where what is? A weapon. Where's the Kandarian dagger? 艾德從黑暗之中突然現身，打暈了愛麗絲，隨即又對着喬伊大打出手。蘇珊的意識時而模糊，時而清醒。她不忍心看着丈夫對自己的兒子下手，只是開口為喬伊求了句情，就被男人一燭台砸暈在地。母子二人為了彼此的安危輪番上陣，可他們的肉體凡胎根本就不是惡魔的對手。愛麗絲甦醒後，趁機躲到了樓梯下面，緊緊捂住嘴巴，不敢發出一丁點動靜。 Flowers
Find it before them. 直到外面徹底沒有了動靜，愛麗絲才敢小心翼翼地出來查看。她給除草機加滿油當作武器，膽戰心驚朝着樓上走了過去。只見婆婆倒在不遠處的地板上痛苦呻吟，女人剛想過去幫忙，就遭到了外婆的襲擊。外婆不僅行動敏捷，還力大如牛，直接將女人的臉部按在了除草機的鋸齒上，然後又慫恿着婆婆按下除草機的開關。Susan, dear, would you mind pushing the throttle to tear this bitch's face off, please? Your son died because of her. She brought chaos into this family. Do it. For Will. Do it. Sorry, Alice. 就在蘇珊按下開關的前一秒，愛麗絲摸到一塊玻璃刺向了老太太的眼睛，然後趁機將其綁在輪椅上，借用輪椅的助力裝置把外婆拖下了樓梯。豈料還沒來得及喘口氣，喬伊父子倆突然從天而降，眼看艾德朝着樓上衝了過來，愛麗絲急忙拿上武器，拖着婆婆躲進了衛生間。她先是拉來櫃子死死抵住房門，隨後又翻出繩子把婆婆牢牢摔在了角落裡，防止她再次被惡魔附身傷害自己。蘇珊不但不知道感恩，還抱怨愛麗絲害死了她的兒子，似乎如今發生的一切皆是由愛麗絲而起。 Shut up, Susan! I didn't bring anything to your family. It was already there. You see, Susan? This is your son. You knew, Susan. You deserve everything that's happened to you. 爱麗絲準備鋸開天花板去閣樓上尋找匕首，蘇珊卻在這時被再度附身。 You are my dead Python! 這次愛麗絲不再手下留情，抄起除草機朝着婆婆衝了過去，伴隨着撕心裂肺的慘叫，噴湧而出的鮮血瞬間浸染了整面牆壁。婆婆停止呼吸後，愛麗絲爬到了樓上，翻箱倒櫃尋找那把傳說中的匕首。就在這時，樓下傳來了喬伊的聲音 Help me up. I know where the dagger is. I'll help you find it. And I'll cut you open with it like my brother. 很明顯又是惡魔的詭計。愛麗絲沒有理會樓下的聲音，繼續翻找，終於在一個工具包裡找到了各式各樣的匕首。被附身的喬伊也恰在此時探出了半個身子，眼看對方越靠越近，愛麗絲只能隨便抄起一把匕首刺了過去。Wrong one. 這句話反倒是提醒了愛麗絲，趁她還沒有爬上來之際，女人一把挨着一把的輪流嘗試，奈何普通的武器根本不能傷其分毫。危急關頭，女人隨手抓起一把毫不起眼的小刀刺了過去，男人馬上就沒有了剛才的囂張氣焰，像泄了氣的皮球一樣直直摔到了樓下。愛麗絲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萬萬沒有想到傳說的聖物竟然如此樸實無華。愛麗絲看着喬伊的屍體悲痛萬分。就在這時，公公婆婆分別從破洞和樓梯爬了上來，女人慌忙打開天窗，想要從房頂離開，卻不小心滑了一跤，導致匕首摔到了1樓。眼看四周沒有攀爬下樓的地方，愛麗絲迫於無奈鑽進煙囪滑了下去。婆婆如同蜘蛛一般倒吊着追了進來，女人趕忙啟動除草機。屍塊混雜的鮮血劈頭蓋臉砸了下來，愛麗絲剛剛從煙囪中成功脫身，艾德也緊隨其後滾了下來。愛麗絲趁其不備鋸開了公公的腦袋，壁爐這裡正好是提亞當時潑灑汽油的那個位置。女人喜歡抽煙，又隨身帶着打火機。火勢迅速蔓延，引燃了整棟房子。愛麗絲剛剛走出房門，撿起那把匕首，死去的寵物狗卻突然朝着她撲了過來。狗狗並沒能傷到愛麗絲。就在她以為一切都已經結束之時，耳邊竟然再次傳來了威爾的嘲諷聲。Did you stay because you liked it? Or you're too much of a coward to leave me? I shouldn't have hurt you, Alice. I should have killed you. 雖然手裡握着能夠克制對方的神兵利器，可女人最終還是被眼前的一幕嚇得倉皇逃離。她一頭扎進了樹林之中，慌不擇路，瘋狂逃竄。不知道時間過去了多久，直到女人筋疲力盡，才終於停下了腳步。這裡是一處建築工地，愛麗絲躲在角落裡，利用對講機尋求幫助。很可惜，等了很久，始終沒人回應。眼看威爾朝着自己慢慢靠近，
愛麗絲屏氣凝神準備偷襲，不料對方的身影卻在轉瞬間消失不見。愛麗絲的腳踝被鋼筋刺穿，緊接着頭頂的膠怪裝置隨即啟動，滾燙的瀝青順着拐道流入深坑。女人強忍着鑽心的劇痛拔出腳踝，迅速翻身爬上旁邊的鐵架。威爾跳下來繼續逼問匕首的下落。艾德自殺時的那把匕首正好還在愛麗絲身上，女人隨手將其扔到了瀝青裡。威爾信以為真，放開了愛麗絲，但很快他就發现自己被騙了。愛麗絲則趁機抄起旁邊的電動工具，使出全身的力氣將男人淹沒在了瀝青池裡。但即便這樣，依然没能將惡魔消滅。就在他即將爬到地面時，被對方刺穿了小腿。爱麗絲抓起匕首，順勢一個回身刺在了男人身上。眨眼間，威爾變回了原來的模樣，對着愛麗絲深情告白。但女人並沒有被其虛偽的表象所迷惑，她也深知威爾不可能好端端地站在這裡，一切都是惡魔制造出來的幻象。愛麗絲惡狠狠捏碎了對方腐爛燒焦的頭骨，不管是惡魔還是威爾，女人都要親手將其送進地獄。周圍的一切重新歸於了平靜。愛麗絲拖着傷痕累累的身體爬到路邊，被隨後趕到的警方救起。導演還在電影的最後給我們留下了2個彩蛋，其中一個是外婆逃出了那棟房子，正拖着血淋淋的下半身在路上匍匐前進。片刻過後，遇上了一個好心的姑娘下車查看，外婆則正好看上了她的大長腿。另外一個是一對母女，媽媽工作太忙，把女兒帶到了殡儀館陪她加班。小女孩閒逛的時候觸碰了一個骨灰壇，裡面正是鬼玩人第5部女主角的骨灰。隨後小女孩就在鏡子中看到了對方，但轉瞬間又出現在了她的身後。以上便是2026年最新恐怖電影《鬼玩人》第6部的精彩故事。喜歡視頻的朋友們訂閱關注點讚收藏支持一下，我是大嘴，咱們下個電影再見。